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书《FBI 微表情心理学》，金盛荣著，演播陈十一。第40集，第10章，说话。FBI 告诉你语言变化背后的心理特征。说话声音高低反映出的心理状态。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华生约翰·布鲁德斯曾经说过，不要小看一个人说话声音的高低，这其中可能蕴含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而只有懂得认真分析，才能揭开这个人隐藏在背后的心理秘密。布鲁德斯经过多年研究认为，人说话声音的高低与其内心的心理状态有必然的联系。通常情况下，那些充满自信的人说话声音会非常洪亮，而缺乏自信或者底气不足的人会压低说话的声音。另外，当一些人试图掩饰自己内心的紧张时，说话声音也会从高降到低。如果一些人企图隐瞒一些事情，通过说话声音也可以体现出来。实战中的美国警察会牢记布鲁德斯说过的这句话，并将其作为成功侦破案件的有效手段。美国卡罗来纳州格林威尔城警局的人员就是这样做到的。在1973年，卡罗来纳州格林威尔城往日的宁静被一阵杂乱的枪声打破。据民众报案，该市一家珠宝店遭遇不明人员抢劫，劫匪还杀害了一名试图抵抗的店员。警察局接到报案后，派约翰·布雷特赶往事发现场。布雷特封锁案发现场后，便试图在四周搜寻些蛛丝马迹，可除了被劫匪砸坏的玻璃，他没有发现任何遗留的痕迹。正当他准备离开时，在收银台的台面上，他看到了一张写有 robbery 字样的纸条。这令布雷特感到非常疑惑。虽然他不清楚劫匪留下这张写有抢劫字样的纸条代表什么含义，但他还是将纸条带回了警局。3天后，该市的一家大型超市也接到报案，店主声称一伙蒙面人在晚上持刀抢劫了大约50万美元现金后逃之夭夭。约翰·布雷特对案发现场进行了仔细的搜索，但令他感到沮丧的是，并没有搜到有价值的破案信息。正当他为接下来如何破获案件焦虑时，他发现收银台的角落里有一个纸团，纸团上用红色笔赫然写着 Exactly。 布雷特猛然想到上次在珠宝店发现的纸条，并将2个字条上的内容联系在一起，默默地读了出来。 Robbery Exactly。 上帝呀，字条上的意思竟然是抢劫到底。约翰·布雷特大声地喊了出来。这令他意识到，抢匪必然是个异常嚣张和狡猾的人，他们绝不会就此停止犯罪活动的。但布雷特又不知道劫匪下一个目标会选择哪里。为了防止抢劫案件的再次发生，警方用电视直播的方式通告全市民众要做好被防止抢劫的准备，并在该市各主要商业机构，包括银行、超市、商场、服装店、珠宝店等重要场所安排了警力进行24小时巡查。本以为这样做会万无一失，可没想到在大型超市被抢劫的1周后，该市一家银行竟然又被抢劫，而且被抢的现金高达150万美元。此次布雷特发现，在银行的柜台上
放着写有杰克字样的纸条。无论劫匪留下的姓名是否真实，警方都决定对名为杰克的人进行调查。通过抢匪多次实施的犯罪活动，都在格林威尔城判断，抢匪至少是在本地居住，或者就是本地人。为此，警方调取了该市的户籍信息，结果发现这里一共有6名叫杰克的人，其中的3个人早已死亡，还有一个是80岁的残疾人，另外一个则是刚上小学的儿童。当布雷特查到最后一个人时，其信息与抢匪作案时的体貌特征以及目击人反馈的信息十分吻合，因此他决定将其列为重点调查的对象。第2天，布雷特和几个警员一起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的家，并敲开了他家的房门。此时的犯罪嫌疑人对于警察的到来并没有感到意外，而是非常配合地将警察引进了屋子。你知道我们为什么来找你吗？我怎么可能知道？犯罪嫌疑人大声地说道。你知道最近发生的几次抢劫案吗？我从不关注社会上的事儿，这些事情与我无关。犯罪嫌疑人依旧大声地说道。布雷特知道这是犯罪嫌疑人采用的一种心理策略。犯罪嫌疑人想通过高声说话，让自己在对话中占据上风，以便在气势上压倒布雷特。随后，布雷特又问了几个关于抢劫的事情，可犯罪嫌疑人却站起身，大声说出了不知道、不清楚、与我无关之类的话语。布雷特见嫌疑人态度如此坚决，便停止了询问，因为他清楚与这样的对手交锋需要先弄清楚他的心理状态，然后再进行猛击，直到让他屈从。为此，布雷特从包里拿出此前在3个案发现场发现的纸条，并大声读出了纸条上的内容：杰克将抢劫到底。读完后，他再次向犯罪嫌疑人发问：你如何看待纸条的事情？这和我没有关系。犯罪嫌疑人狡辩道。细心的约翰·布雷特敏锐地感觉到，虽然犯罪嫌疑人还是在为自己开脱罪责，但他说话的声音明显比以前低了很多。可见犯罪嫌疑人的心理防线已经开始松动。于是，布雷特继续追问关于纸条的问题，而经过多次的追问，他发现犯罪嫌疑人说话的声音一次比一次低，甚至最后低的他都听不出他在说些什么。至此，约翰·布雷特站起身，双手抱在胸前，用铿锵有力的声音对他说道：杰克，赶快供述你的犯罪经过吧，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任何一句话都有可能被当作呈堂证词。说完，他狠狠地盯着犯罪嫌疑人。此时，嚣张的犯罪嫌疑人像被霜打过的茄子一样没了精神，口中发出了连距离他不到1米的布雷特都听不太清的声音：我交代，我坦白。看到犯罪嫌疑人表现出如此大的反差后，布雷特知道此刻他的心理防线已经被攻破。接下来，犯罪嫌疑人承认了3起抢劫案均是由他和他的同伴所为。其实这个案例只是美国警察破获的众多刑事案件中的一个缩影。在大多数情况下，美国警察都能从犯罪分子说话声音的高低中判断出他们是否在说谎，从而为成功抓获犯罪分子并对其实施打击提供了帮助。
那么美国警察是怎样从犯罪分子说话声音的高低中判断出他们是否在说谎呢？首先，美国警察在日常训练中非常注重对心理学方面的训练，而且还会请来犯罪心理学专家对他们进行培训。在培训中，心理学家不仅会告诉警员一些权威科学的心理学常识，还会和他们进行实验，让警员通过角色扮演的方式去了解犯罪分子及其心理。久而久之，警员就会从中得到启发，并为此后的实战做好充足的准备。其次，美国警察在日常的训练中还注意从细节方面入手，比如他们在犯罪心理学家的指导下，对说话声音的高低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训练。或许在普通人看来，说话声音的高低并不能反映出什么问题，但美国警察却不这样认为。他们发现，说话声音的高低在很多时候可以清楚地反映出一个人内心的心理变化情况。换句话说，说话声音的高低具备测谎仪的功能。对此，美国资深探员泰坦伯格表示，测谎仪确实能测试出犯罪嫌疑人有没有说谎，它的准确度非常高。然而还有一种更为准确的测谎工具，那就是说话声音的高低。说话声音高是犯罪嫌疑人为了隐瞒犯罪事实，或者故意转移警察的注意力，而说话声音低则是犯罪嫌疑人的心理出现了波动所致。或许是他意识到自己的犯罪经过快要隐瞒不住了，于是想用压低声音的方式来逃避警察的讯问。但无论犯罪嫌疑人如何伪装，说话声音的高低已经在不经意间出卖了他们。因此，说话声音的高低确实是一种简单实用的测谎工具。最后，美国警察能够结合说话者所处的环境以及表情动作，分析出这个人是否在说谎。只有从说话者所处的具体环境以及说话者表现出的表情动作入手，经过认真观察对比，才能得出对方是否在说谎。由此可以看出，美国警察无论是在日常的训练中还是在实战中，都已经将一个人说话声音的高低视为影响破获案件的关键因素。因为说话声音的高低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心理变化，也能够由此判断出这个人是否在说谎。美国警察有时正是凭借犯罪嫌疑人的声音高低来达到控制犯罪分子的心理的目的的，并最终让其供述出自己的犯罪经过。感谢您的收听，本集播讲完毕，下集精彩继续。我是陈世一。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书《FBI 微表情心理学》，金盛荣著，演播陈世一。第41集，说话时的语气类型。在人们的日常交流中，语言沟通是主要途径，而语气在其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心理学家研究指出，人们在谈话过程中总会在无意间加入自己的语气，而这种无意识的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助行为人的情感表达。比如，在融洽的谈话过程中，语气的加入可以让谈话气氛更加融洽，而如果是火药味十足的谈话，语气的加入很可能使交谈双方陷入冲突，
据此，心理学家表示，语气往往是情绪波动的真实外在体现。行为人如果对语气和心理活动之间的关系有足够了解，不仅可以避免使用不当语气，还可以通过对方的语气准确捕捉其心理信息，了解对方所思所想，为自己做出合理的言行寻求依据，以求最终达到理想的交流效果。以下提供几个具体的语气类型分析。肯定的语气，习惯使用肯定语气进行交流的人是非常自信的，他们对于自己的观念和行为都十分笃定。即使有人对他们产生质疑，甚至反对，他们也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最终一定可以赢得大家的认可。另一方面，这类人也具有一定的客观分析能力，对自身和外部环境的了解都能做到准确到位。因此，这类人在现实生活中总是可以潇洒自如，信心满满。最为难得的是，当这类人面对成功和推崇的时候，他们同样是理性并且客观的，正如他们在面对非议、质疑、反对和失败的时候一样沉稳。吞吐、低缓的语气，总是使用这种语气与人交流的人，恐怕在第一印象中就已经给人不好的感觉。这类人的性格多数比较软弱，缺乏自信。在这类人看来，外部环境给他们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也许是因为种种沉重的负担，也许是因为身边人的优秀，他们根本没有可能在这种环境中显露自己。而实际上，无论是自信还是自卑，首先都是来源于行为人的内心。一个真正内心强大的人根本无所畏惧，一个内心弱小的人，眼前的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他们惧怕的对象，如世俗的眼光、失败的痛苦、既得利益的冒险，甚至是一些对他们来说根本无足轻重的人和事儿。委婉、细弱的语气，钟情于这种语气的人，性格中自恋的成分多一点，即使他们本身丑陋或者才智平庸，他们自己也绝对不会这么看，也根本不会这么想。如果作为一名女子，这样的语气是无可厚非的，而且很可能是一种高素质和高修养的体现，尽显他们的柔美和温婉。但是在相关课题的研究中，心理学家发现，为数不少的男性说起话来同样像性格温柔的女性一样，这就说明行为人的价值定位和人生追求出现了一定的偏差。这类人在具体的工作生活中，关注自己的程度也会大大多于别人和整个外部世界。如果情况严重，这很可能是一个自闭甚至略带神经质的人。暧昧的语气，心理学家提示，暧昧的语气绝不仅限于恋人和亲人之间，很多人的暧昧语气是习惯性的，也就是说，他们无论面对什么人，无论在什么场合，都会不加选择地在交谈过程中加入暧昧语气。暧昧语气可以在交流过程中消除隔阂，增进双方的感情，尤其是可以增进陌生交流者之间的信任和好感。但心理学家警示人们，暧昧的语气除了具有谄媚、讨好、没立场、无是非观念等负面影响之外，还表达这类人不愿承担风险和责任。他们努力营造融洽的交际关系，是因为可以将风险和责任平摊给每一个人，
而当不良后果产生时，这类人往往是逃得最快的。盛气凌人的语气。盛气凌人的语气中，虚张声势的成分会比较多一点，因为这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自信，是一种建立在不自信基础上的抗争。当然，这种语气有时候也会起到一点积极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行为人的预期目的。而他们在实际中获取的胜利，也是需要建立在对全盘的了解和掌控之上。他们需要具备扎实的功底，对自己和对手进行充分了解，并且对事情的发展规律与规则进行深度透析，然后谋而后动。所以虚张声势无异于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甚至以命相搏，即使最终成功，也是饮鸩止渴。条件语气。所谓条件语气，就是在交流过程中习惯性的加入如果、假如、假设等条件词语的人。这类人的性格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不切实际。他们会在自己的头脑中将事情想象的几近完美，即使是一个细节，甚至是旁枝末节也不会放过。不过这类人的所有设想都是脱离实际的，他们可以将事情在纸上演化的合乎情理，完全在逻辑之内，但一旦应用于实际，他们的失败就在顷刻之间。此外，这类人面对困难和失败的能力也有所欠缺，他们很少从自身找原因，总将责任归咎于别人或环境等客观因素。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这类人从事一些书面上的工作，他们的价值还是可以得到实现的。心理学家经过研究发现，在人的性格形成过程中，如果可以进行一些正确的引导性语气交流，对于良好的性格形成能够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尤其是那些正处在生长期的小孩，家长和老师在和他们进行交流的时候，语气的技巧运用就会显得更为重要一些。不过，因为语气形成对于行为人来讲很难察觉，而且随着情绪改变而变幻无常，行为人要掌握一定的语气交流技巧，就必须对相关的心理知识有所了解。信任性的语气。在行为人的成长过程中，长辈和领导往往会给出一些目标，如果行为人未能按期完成，就会伴随着一定的责备甚至惩罚。殊不知，这种促进成长的方式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对于那些自我约束能力强的人来讲，这种方式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很明显，目标引导方式可以使行为人的成长速度加快，但与此同时，也会给行为人带来压力。一旦目标任务未能完成，行为人的自信心和积极性必然受到打击，而这种成长一旦陷入恶性循环，对于行为人来讲，简直是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在行为人的成长过程中，指导者应该为行为人留出一定的自主成长空间，并对其发展给出一些指引。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要对行为人抱有信任感。比如，当行为人遭遇挫折和失败的时候，指导者可以说，没关系，我相信你的失败只是因为你一时大意，或者客观原因，只要你能够吸取这次失败的教训，就是值得表扬的。如此一来，行为者便会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总结经验教训上，而且
还会用一个比较平和的心态去迎接下一次挑战。尊重性的语气。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肯定，然而很多人在交流过程中常常忽略这一点。在家长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疑问：我一切都是为了你好，你为什么就是不听话呢？通常情况下，问出这个问题的家长不会意识到自己有错误。如果孩子的教育出了问题，家长真的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答案明显是否定的。大约在2到3岁的时候，人的自主意识开始形成。随着年龄的增长，每个人都会逐渐产生自己的认识和想法。这是一个必然过程，像生老病死一样，任何人都无法抗拒。然而这种意识越是受到打击和压制，它滋长的速度就会越强烈。在16到19岁时，这种自我意识会全面爆发。行为人在成长过程中出现阶段性反叛，也就不足为奇了。可以说，如果不建立一种有效的沟通方式，不能使孩子的自我意识增长得到有效排解和疏导，其成长问题根本就无从谈起。其实啊，在沟通过程中，孩子需要的东西很简单：尊重。只要使他们觉得自己的想法得到了认同和尊重，他们一样会认可家长的观点。如果他们的观点一直受到压制、轻视，甚至嘲讽，那么他们唯一可以进行反击的武器，就是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家长的观点。于是矛盾就这样产生了。对此，心理学家提示人们，成功的家庭教育必须有充分的尊重意识存在。一些家长也会看一些相关的指导书，但往往不能深刻体悟，只是做一些表面文章。由此可见，在沟通交流中显得尤为重要。感谢您的收听，本集播讲完毕，下集精彩继续。我是陈世一。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书《FBI 微表情心理学》，金盛荣著，演播陈世一。第42集。口头语的暗示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可能在无意之中说出一些口头语。其实这些口头语是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自然而然形成的一种特有的语言习惯，它们可以反映出人们的性格特征、行事方法等，是人们说话习惯的一部分。FBI 心理专家路易·帕特里克·格雷告诉人们，可以通过口头语来更多地了解对手。如果人们想从口头语中了解自己的对手，就要认真地观察对手，和对手打交道时多花费一些心思，认真揣摩分析对手的语言。这样一来，用不了多久，你就能够从对手的口头语中一眼看透他。也就是说，你的对手口头语能够将其出卖。路易·帕特里克·格雷介绍了以下几种常见的口头语，以及这些口头语所反映出来的性格。经常说说真的、老实说、的确、不骗你等口头语的人，比较在意对方对自己的评价，时刻担心对方误会自己，因而一再地强调事情是真的，不骗你。这些人的性格有些毛躁，十分渴望得到朋友的认可。
一旦朋友对其产生误解、怀疑，他们内心就会极度不平衡，很容易因此做出一些偏激的事情。经常把你应该、必须、必定会、一定要放在口头上的人，通常做事比较冷静、理智，遇到事情不会冲动，能够从容应付。这种人一般身处高位，在企业中担任领导职位，十分自信，能够担当大任。不过，如果这种口头语说得过多，则会略显专制、固执。时常把听说、据说挂在口头的人，做事通常会留下一定的余地，不会把话说绝。这种人见识广泛，但决断力不强，不适合当领导。通常情况下，这种人的人缘很好，因为他们处事圆滑，时刻给自己和别人留着台阶儿，因此很少和别人产生矛盾。经常说可能是吧，或许是吧，大概是吧等口头语的人，防备心很强，一般不会把自己的真实心理暴露出来。这种人大多从事政治、外交，经常跟政府高官打交道。由于自我防卫心理很强，所以他们很难被别人抓到把柄。即使在事情不明朗的时候预期错误，等到事情明朗时，他们也会这样说：我早就预计到了这一点。因此，和这种人打交道时，要倍加小心谨慎。经常把但是、不过放在口头上的人，性格温和，说话委婉，不轻易把话说绝。由于这种人说话委婉，很少得罪人，所以很容易和别人打成一片。这种人通常在肯定别人的一些观点之后，就会采取转折的词语来陈述自己的观点。也就是说，这样的人一般说话时比较有技巧，懂得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保护，并且会给自己的话语留下足够的余地。然而这样说话的人，往往会给人一种圆滑的感觉。事实上也正是如此，他们所说的话少有建设性，而且喜欢经常说但是、不过等词语的人，心中往往有着否定他人的心理，甚至是为了否定而否定。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使得原本愉快的谈话最终变得索然无味。例如下面这个例子，安娜刚刚看完一部很有趣的电影，由于她十分喜欢这部电影，所以她想要把它推荐给自己的男朋友皮特。你看这部电影怎么样？男朋友回答道：这部电影虽然不错，不过我更喜欢。之后，皮特便侃侃而谈起自己喜欢的电影，让女友安娜很不好受。最后这场谈话也不欢而散。虽然皮特说话十分委婉，但是由于他常常将但是挂在嘴边，就很容易让女友安娜产生不愉快的心理体验。这样一来，这场谈话当然会不欢而散。时常把啊、呀、这个、那个、挂在口头的人，说话办事比较小心谨慎。这种人通常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老好人。当别人产生矛盾时，经常会调节矛盾，充当中间调解员的角色。还有一些人特别爱把我字挂在嘴边。FBI 认为他们是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们通常热衷于表述自我，总是对别人说我怎么样，我最近又如何之类的话题，而不会认真聆听别人，也不会考虑别人的感受。他们经常会打断别人的谈话，突兀地插入自己的话题。
这类人内心有着强烈的表现欲，希望让自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有着强烈的支配欲和占有欲。值得注意的是， FBI 心理专家还指出，一个人的口头语出现的太过频繁的话，他很有可能办事不够干练，意志不够坚定。路易·帕特里克·格雷告诫人们，若想让自己不被他人看穿，就要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口头语，戒掉经常说口头语的习惯，才能让对方无法从你的口头语中窥探到你的内心世界。感谢您的收听，本集播讲完毕，下集精彩继续。我是陈世一。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书《FBI 微表情心理学》，金盛荣著，演播陈世一。第43集。说话习惯对心理活动的影响。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会养成固定的说话习惯。心理学家通过实验证明，从一个人的说话习惯中也可以分析出他的性格特点。对于每一个行为人来讲，说话习惯已经融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在社交活动中，一些不良的说话习惯很可能会为他们带来麻烦。因此，了解说话习惯对心理活动的影响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了。顺畅的说话习惯，这类人思路清晰，语速适中，用词准确，并且声声入耳，是典型的顺畅型说话方式。习惯这种说话方式的人，要么不说话，要么对整个事物进行分析研究，得出全面深刻的认识，一旦开口便滔滔不绝，且头头是道。当然，这类人也是狡辩和反驳的高手，他们善于偷换概念，打擦边球，使用外交辞令。和这类人打交道，稍有不慎就可能会惹祸上身。因此，心理学家提示大家，说话条理清晰，语言流畅的人内心非常强大，他们几乎认为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努力完成，对自己有非常高的期许和认可度。在面对困难和压力时，这类人也总是能保持冷静和客观的思维，即使遭遇失败，他们也会重整旗鼓，东山再起。总而言之，这是一类可以让同伴庆幸，让对手胆寒的人。激进的说话习惯是一种强势的表现，说话时语调高昂，措辞激烈，一意孤行，不给别人任何反驳的机会，而且也很少改变自己的初衷。这类人通常懒于动脑，总是寻求用最简单、最粗暴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当然，这种做法经常会使他们陷入困境。不过这类人的性格通常比较坦诚和率真，他们表里如一，即使在压力和困难面前，也从不做违心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又是非常具有原则的一类人。一旦认准自己的目标和方向，也能够从一而终，坚持不懈，直到成功的那一刻。他们往往会为了自己的信仰和真理挺身而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和一切恶势力进行抗争。逆向的说话习惯，这类人往往沉默寡言，很少公开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立场，但他们饱读诗书，学识渊博，有一整套的思想
作为他们判断的依据。因此这类人一旦形成自己的观点，便绝不会再改变。所谓逆向思维，就是善于在大多数人保持一致时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西方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谚语，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一般来说，一个人对众口一词的观念进行反驳，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不合群、自负、清高等。但心理学家研究发现，所谓多数人的一致，很多时候会存在大部分人盲从的现象，这就造成了一种非常可怕的后果。因为一旦一个人的判断出现失误，那么由此产生的不良影响将会无限扩大，甚至简直不堪设想。事后清算时，这个人要承担的责任也会被无限放大，对于这个人的打击也往往是致命的。而在此过程中，有些人面对问题则始终保持独立的思考。虽然这类人往往站在人群的对立面，但实际上他们的判断更有可能是正确的。絮叨的说话习惯。所谓絮叨的说话习惯，就是指唠叨、苛责、怨天尤人等负面行为。这类人往往目光短浅，心胸狭隘，眼睛总是死死盯住眼前的利益不放。在现实生活中，这类人也总是过于关注一些旁枝末节，在喋喋不休的抱怨声中招人反感。此外，这类人也是一类非常敏感的人，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就会像受惊的麋鹿一样立即做出反应，甚至对那些根本与他们毫无干系的事物，也会莫名其妙地和自己产生联想。因此，这类人的命运又是非常辛劳和坎坷的。不过，他们一般都具有务实精神，且精力充沛。他们谨小慎微，从不脱离实际，在进行一些具体的工作时，也会比较称职。当然，如果这类人在公司的纪检部门任职，那么将是整个公司的大幸和每一个员工的大难。憨厚的说话习惯。憨厚的说话习惯是指那些有一说一、据实而述的人，他们从不夸夸其谈，也不回避属于自己的责任，更不说谎。这类人心态平和，做事认真负责，按部就班，为人诚实本分，有时甚至给人一种木讷呆板的感觉。但在实际的工作生活中，这类人却往往是比较成功的，因为他们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那些工于心计、小肚鸡肠的人比起来，性格憨厚的人总能带给身边的人更多的帮助和温暖，而不是背叛和责难。所以憨厚的人都会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另一方面，天性憨厚的人通常都具有完美的德行，因此他们在成为领导后会受到格外的爱戴与拥护。此外，心理学家统计发现，这类人大多数都无忧无虑，幸福安康地过完自己的一生。感谢您的收听，本集播讲完毕，下集精彩继续。我是陈世一。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书《FBI 微表情心理学》，金盛荣著，演播陈世一。第44集。第11章，服饰。FBI 告诉你，服饰所表示的个人喜好。
饰品里隐藏的个人性情。从远古时代，人们就开始佩戴各种饰品，这是人类传统的审美意识的体现。这种行为不仅可以美化人类的外在形象，也可以将人们的个性喜好表露无遗。它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个人审美的选择。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重自己的外表形象，而对那些崇尚自然美的人来说，浓妆艳抹令人厌倦。很多人开始从装扮的细节上来增加自身的美感。适当的服饰可以与人的容貌互相映照，运用恰当的装饰方式可以为自己的形象加分。FBI 工作人员表示，佩戴饰品是一种延长自我的行为，它直接有效地反映着一个人的个性、情绪等信息。一旦这种代表自我的饰品与个人的内在形象不符，就会产生让人不舒服、不协调的感觉。FBI 在调查过程中，通常利用一个人所佩戴的饰品类型来分析他的性格、身份，从而为案件捕捉有效的信息。喜欢满身佩戴金首饰的情况，一般容易发生在暴发户身上。那些戴着金项链、金戒指、金手镯，看上去浑身金灿灿的人，性格通常比较豪迈，但是缺乏稳重。如果只是佩戴少量的金首饰，一个戒指、一对耳环或者一条项链，那就表明这个人的性格相对内敛，懂得约束自己，是一个原则性较强的人。喜欢戴银首饰的人通常具有条理性，做事情时喜欢先计划好，然后按照做好的计划逐步进行。他们不喜欢面对没有预料的事情，他们希望能够稳妥地做好每一件事情，不喜欢做太多没有把握的事情。这种人往往具有一定的控制欲，这跟他所处的地位与本身所有的欲望有关。有的人喜欢佩戴十字架项链等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饰品，这类人给人一种内心具有强大的力量的印象。如果这类人不是单纯的宗教信仰者，那就说明他以自己的内在素养为荣。他们为人实际，不会去做表面功夫，所以他们在选择饰品的时候，也往往不会选择具有炫耀成分的饰品，更不会为了虚荣而去戴仿真首饰。喜欢佩戴艺术品首饰的人，往往性格独特，不喜欢人云亦云。他们所佩戴的首饰主要是以手工制作为主，有的甚至还是自己制作的。他们具有很强的创造能力，多数活跃在文艺界、建筑界，而且能够取得很高的成就。有的人喜欢时常佩戴自己家传的首饰，比如流传很久的戒指、耳环、手镯，或者是年代已久的胸饰等。这类人往往不会去买现代首饰，更不会去追逐流行饰品。他们多数比较注重家庭生活，忠于家人、朋友。与这样的人交往，只要坦诚相待，就一定会得到对方的真心。有些人喜欢戴假首饰，这些人往往浑身披满假的翡翠、宝石、珍珠，或者是大条的金项链。这些饰品看起来华丽丽，但都是仿真品。他们往往将自己的外在形象摆在第一位，有很强的虚荣心，而且不满足现状，对物质享受要求过高，有贪享荣华富贵的倾向。还有一些人不喜欢佩戴任何首饰，
而且也从不羡慕别人满身的珠光宝气。这种人往往很实际，不在乎自己在他人心中的形象。他们很注重生活的品质，而不是外在的虚华。这类人并不是没有能力购买首饰，他们只是更关注于内在，而并非外表。总的来说，那些喜欢佩戴价值不菲珠宝首饰的人，往往性格独立坚强，而且举止优雅。喜欢珍珠首饰的人，性格外向，不注重金钱利益，喜欢有挑战的生活。喜欢贝壳、木质等具有自然气息首饰的人，热爱大自然，热衷户外运动。喜欢做工精致首饰的人，则喜欢享受丰富多彩的生活，尽情享乐。喜欢古典风格首饰的人，往往比较多愁善感，行为传统，做事认真，眼光颇高。喜欢简约风格首饰的人，通常性格爽朗，为人坦率，说话直来直往。FBI 工作人员在侦查案件的时候，常会通过首饰来分析被审讯人的心理特征，而且在生活中，他们也会从周围人的外在装扮中分析其内在心理，从而来提高职业能力。鲁修是一个喜欢与同事进行工作交流的人。有一次，他在一家餐馆与同事交谈最近的工作情况。在谈话期间，他们开始观察餐馆里的人。当他们意见不同时，就会上前询问答案。鲁修看到餐馆内有一名穿红色服饰的人，便分析他肯定是一个性格外向，喜欢引人注意的人。但是他的同事却不同意这个观点，说那名女士之所以穿了红色服饰，可能是为了出席某种特殊场合，而并非是她的个人习惯。鲁修听后表示怀疑，便上前与那名女士进行交谈。果然如同事所说，这名女士要去参加一个活动，活动要求每位参与者都必须穿红衣。这名女士表示，平常不会穿这么明艳的服装，甚至觉得很压抑。走出餐馆后，鲁修问他的同事是如何看出来的。同事说，如果依照你的分析，他是一个喜欢吸引他人目光的人，那么他的身上应该会佩戴一些饰品，很可能是非常惹眼的首饰。因为喜欢穿红色衣服的人绝不会害怕他人的注意，甚至会努力地炫耀自己。但是这名女士并没有佩戴任何首饰，可见她个性并不张扬。而且当别人的目光停留在她身上的时候，她脸上流露出不安的表情，所以她应该并不喜欢穿红色的衣服。虽然不喜欢红色的衣服，但她还是穿着，说明一定有特殊的情况。鲁修听完同事的分析，发现自己的观察太肤浅了。一个人是否佩戴首饰，佩戴何种首饰，都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心理特征。人们所佩戴的首饰是由性格所决定的。如果一个人能够佩戴与自己个性相符的饰品，就会给人留下很美好的印象。总体来讲，具有外向性格的人往往喜欢变换首饰的风格，但不变的是追求时尚，而且他们多会佩戴色彩明亮的首饰。性格内敛的人通常佩戴风格化比较固定，给人的印象也比较朴素，不喜欢张扬，能保持自己的独特风格。性格活泼的人首饰也会随意，色彩缤纷，注重首饰搭配效果，也喜欢潮流饰品。性格孤僻的人
喜欢佩戴颜色深沉、款式传统、古典风格的首饰，一般不喜欢追逐流行元素。感谢您的收听，本集播讲完毕，下集精彩继续。我是陈世一。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书《FBI 微表情心理学》，金盛荣著，演播陈世一。第45集。你的性格是什么颜色？心理学家认为，一个人喜欢的服装颜色是和他本身的性格有着直接关系的。服装的颜色是和一个人当时的心理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的。一个有经验的 FBI 特工几乎一眼就可以透过花花绿绿的服装颜色洞穿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从而让犯罪嫌疑人于拥拥攘攘的人群中无以遁形。喜欢穿蓝色或偏紫色服装的人，虽然这类人在表面上带给人们的感觉是一副温和的模样，但他们的自尊心都很强，而且说话一般都比较啰嗦，责任感和羞耻心都很差，做事喜欢按部就班，缺少果断的决断力和执行力。据 FBI 高级特工保尔·罗加说，如果想要接近喜欢这种衣服颜色的人，就一定要在为人处事上做到有条不紊，并且投其所好，但不要在这种人面前说别人的坏话，因为这种人在一边听着你讲别人坏话的时候，他表面上会对你假惺惺的附和，心里却会偷偷的说你的坏话，甚至是骂你。喜欢穿黑色衣服的人，在心理学家看来，喜欢这种颜色的人善于在人前故弄玄虚，常常会刻意留给人一种高贵神秘的错觉。在性格上，这类人做事不喜欢半途而废，对任何事物都想搞清楚弄明白。虽然表面上看起来他们是非常乐观的人，但很多时候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惶恐与不安。FBI 认为，如果与这类人周旋，首先要了解他的短处，因为这类人大多数信赖心都很强，而且不太擅长社交，给人的第一印象或许会是不好相处，但实际上他们的性格大多十分忠厚、宽容，并且很善良。FBI 高级特工保尔·罗加在他的特工生涯中就曾遇到过很多这一类的犯罪嫌疑人。喜欢穿白色衣服的人，在心理学家眼里，虽然白色衬衣可以和任何颜色的衣服搭配，会给人一种表面上的亲切感，但是喜欢穿白色衬衣的人实际上却多是一些自负性格的人。他们对于自己喜欢从事的事业会努力去追求并力争实现，是一种典型的工作狂，也是不折不扣的现实主义者。FBI 认为，接近这一类人其实并不难，只要能够和他们成为同事，最好是其下属。通过工作，你可以轻松就获得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而在 FBI 的女特工眼里，接近这类人还有更为简洁的办法。这种人虽然一般不大参与酒色话题与活动，好像一心只为工作，但其实他们通常是缺乏爱情的，只要稍稍运用几个爱情影片中的桥段，就能够轻易将他们捕获。喜欢穿咖啡色衣服的人，对于 FBI 的女特工来说，遇到钟爱咖啡色衣服的人是一件十分头痛的事，
因为这类人多数都很内向，不会轻易表露自己的情绪，总是把自己隐藏得很深。而且在生活和工作中遇到了什么挫折或有苦衷，也从不向人坦言，因为他们总是喜欢将生活中光鲜的一面展示给别人。而最令 FBI 女特工头痛的是，虽然这类人属于外冷内热型的人，你却很难真正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尤其是在感情上。FBI 女特工艾薇儿对此就深有感触。她曾经因为一件商业间谍案，奉命前去接触一位受到间谍蒙蔽的工程师。恰好他就是这种对咖啡色十分偏爱的人，家里的所有家具也都是咖啡色的。艾薇儿运用美人计去接近他，但是1个月过去了，工程师仍旧无动于衷，以致后来负责这起案件的 FBI 几乎都认为这个家伙可能是存在生理上的缺陷，因为艾薇儿的姿色十分出众。当 FBI 萌生换掉艾薇儿的想法时，这个家伙才抱着一束花，呆呆地站到了艾薇儿的面前。直到后来，艾薇儿才了解到，这位工程师并不是不喜欢他，只是在表达上缺乏主动，以至于给艾薇儿造成了一种呆头呆脑的印象，更让 FBI 险些错失了良机。但最终艾薇儿还是顺利地完成了任务。喜欢穿绿色衣服的人，对于 FBI 的所有特工来说，他们都很乐意与喜欢绿色衣服的人打交道，因为喜欢穿绿色衣服的人性格外向，对生活和工作的态度十分乐观，并且个性爽直，有强烈的道德感，给人一种谦虚平实的感觉。这种人很会克制自己，他们心地无私，不与人争强好胜，即便是自己并不喜欢的人，也不会做出刻意疏远或排斥的行为。对于这类人，尤其是那些长得帅气的男性， FBI 很少会派女特工去执行任务，因为这类人身上的人格魅力极易感染他周围的人。喜欢穿粉色衣服的人，针对喜欢粉色衣服的人而言，心理学家给出了这样的一种说法：这是一群喜欢做白日梦的人。因为这类人大多天真活泼，内心充满幻想。虽然他们外表大多给人性感、高贵、富有朝气的印象，其实这类人的内心都很单纯，而且具有强烈的逃避现实的性格缺陷。FBI 在遇到这类犯罪嫌疑人时，常常会利用他们身上这种明显的性格缺陷与天真单纯的个性来作为破案的切入点。喜欢穿棕色衣服的人， FBI 认为，遇到倾向于棕色衣服的人时，一定要不断提醒自己提高警惕。尽管这些人的外表和处理事情时的态度会给人一种很强的信赖感，虽然他们个性耿直，说话做事看似有些拘谨，但还是一定要小心，因为这类人自我价值观念都很强，他们内心往往存在着一个强烈的意识，不要让外来因素的介入打乱自己的现状。在 FBI 的审讯过程中，具有这类性格的犯罪嫌疑人是最为顽固的，因为他们心里十分清楚人与人之间的利害关系。喜欢穿紫色衣服的人，从感官上而言，热衷于穿紫色衣服的人大多会给人一种娇柔造作的感觉。虽然这类人性格内向，多愁善感，他们却能够很好地控制好内心的情绪，
而且文化素养都较高，从事艺术工作者居多。虽然对于那些与自己不属同一工作领域或是不同档次的人或事，他们常常会表现出一种不屑一顾的态度，但 FBI 认为，无论作为犯罪嫌疑人也好，还是社会生活中的普通人也好，要接触他们其实并不困难。因为一个人身上的特点或个性越是鲜明，反而越是容易成为特洛伊木马的植入点。感谢您的收听，本集播讲完毕，下集精彩继续。我是陈世一。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书《FBI 微表情心理学》，金盛荣著，演播陈世一。第46集。手表款式代表的个人心理特征。在现代社会中，手表的功能已不再仅限于查看时间，人们佩戴手表更多的是看重它的装饰功能，而且手表的款式以及功能特征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一个人对生活的态度。FBI 认为，一个人所佩戴的手表的功能和款式与他的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通过观察一个人所佩戴的手表，就能从中推断出他具有怎样的心理特征。喜欢佩戴新型电子表的人，新型电子表可以显示出不同地区的时间，这种表需要按下显示键才能显示出时间，如果不按，屏幕上什么都没有。往往与众不同，性格独立，不喜欢被人约束，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而且会坚持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这类人很难向他人表露自己的内心，所以几乎没有人可以了解他们。在他人眼里，他们具有神秘感，而且他们也很享受这种神秘感，喜欢给人琢磨不透的感觉。喜欢佩戴古典手表的人，通常能高瞻远瞩，深谋远虑，会为了达到最后的目的而牺牲眼前的利益。心思细密，聪慧敏捷，思想境界很高，而且很成熟，能够看到事物的本质。他们性格包容，重情重义，能够与亲朋同甘共苦。这类人具有很强的意志力，从不向困难挫折低头，具有战胜困难的耐心。他们举止优雅，喜欢追求浪漫的生活。他们不喜欢面对自己无法掌控的东西。与异性交往，会努力维系稳定长久的感情。喜欢佩戴没有数字的表的人，一般很善于表达，但是不喜欢将所有的事情解释得明明白白。对于他们来说，抽象的概念要比真实存在的事物要重很多。他们对自己的智慧充满自信，往往追求智力上的挑战，并喜欢益智游戏和具有思考力度的问题。面对那些让人头痛的问题，别人往往缴械投降，他们却对此兴致勃勃，愿意花上很长的时间去探求解决之道，直至问题解决。喜欢佩戴由设计师专门为自己特制的手表的人，往往很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甚至会为了让别人对自己产生好感而去改变自己。他们会渲染一些事情来满足自己的表现欲，并吸引他人的目光。他们也喜欢将手表与服饰搭配，向他人宣示自己不凡的品味。
他们常常想让别人觉得自己时间宝贵，从而避免他人的打扰。但事实上，他们并非没有足够的时间去支配。这种刻意的声张很可能被他人认为是一种故作姿态。虽然他们很重视自己的形象，但他们低调的奢华也常常会被一些人认为是不懂时尚、不懂流行的一种表现。喜欢佩戴上发条表的人，一般性格独立，任何事情都喜欢亲力亲为，喜欢做那些立刻就能看到成效的工作，很在乎那种通过自己劳动而取得的成就感。他们认为，只有付出努力的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否则他们会觉得缺乏价值和意义。另外，他们也不喜欢过多得到他人的关心与帮助。喜欢佩戴闹钟型手表的人，对自己要求严格，总是给自己很大的压力，让自己一刻也不会松懈。这类人虽然不是很保守，但是他们习惯按规矩办事。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往往是他们通过详细的计划而实现的。这类人具有很强的责任心，勇于担当，也十分注重培养自己的这一方面的能力，因此具有一定的领导才能。这类人的日历表上往往排满了大大小小的事情，这就像他们的生活动力一样，否则他们很可能会不知所措。他们总会用直接有效的方式取得成功，所以总是将自己绷得很紧。但如果不懂得适时放松，可能会影响身心健康。喜欢佩戴液晶显示屏手表的人，通常生活很节俭，懂得精打细算。他们思想简单，喜欢简洁地处理事情，对于抽象的事物没有丝毫概念。他们处事态度认真严谨，不会随便地对待任何事情。还有一些人不喜欢佩戴手表，这类人大都有着独立的性格，他们十分痛恨被别人掌控，只有自己决定好的事情才会去做。但是由于过于独立，太注重自我，所以很多时候会受到他人的冷落。另外，他们的适应能力很强，能够随机应变地解决问题。佩戴不同类型的手表，反映出不同的性格特征。如果人们在生活中能够留意他人佩戴手表的款式，就会对对方有一个更准确或者全新的认识。FBI 在侦查案件时，会注意对方佩戴手表的样式，从而更全面地分析一个人的心理特征。他们也因此获得了更宝贵的经验和技巧，从而提升自己的职业能力。感谢您的收听，本集播讲完毕，下集精彩继续。我是陈世一。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书《FBI 微表情心理学》，金盛荣著，演播陈世一。第47集。一顶帽子传达出的真实内心。在 FBI 看来，帽子不仅仅可以御寒遮阳，它还具有伪装自我的功能。FBI 特工在执行跟踪、观察等相关任务时，经常会遇到一些以帽遮面的犯罪嫌疑人。但在心理学家眼里，帽子还能够帮助一个人树立某种形象，让人们看到一种全新的、有悖于其真实个性的形象。
然而在 FBI 眼里，即便如此，一个人无论选择哪一种帽子作为装饰或是伪装工具，只要仔细观察，都能从中发现其真实的性格。这是因为当一个人选择帽子的款式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向人们表白出了他特有的性格特征了。研究表明，喜欢戴礼帽的人在别人面前经常会表现出对传统的钟爱，他们总给人一种稳重、成熟，而且颇有绅士风度的感觉。此外， FBI 也发现，这类人除了喜欢戴礼帽，还喜欢把自己的皮鞋擦得锃亮，哪怕天气再热，他们也从不穿丝袜，而会选择那些具有厚实感的袜子，并且从不穿凉鞋和拖鞋外出。虽然这类人表面会给人一种非常清高的印象，而且大都自命不凡，自以为是个做大事的人才，但也正是这种自命不凡的个性，让他们很容易就能将自己的缺点全部暴露出来。因而无论是在社交中还是在审讯室中，这类人很容易就会成为 FBI 的盘中餐。FBI 高级特工西蒙通过自己30年的特工经历发现，喜欢选择鸭舌帽的人大都是些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这主要是因为鸭舌帽常常会给人一种办事稳重、踏实的印象。不过西蒙提醒说，如果看到一位年轻人戴上了鸭舌帽，那么就一定要留意他了。尤其是 FBI 在行动中遇到这类年轻人，除非是他们有什么特殊的嗜好，否则一定会跟紧他。西蒙认为，这种人一般都不太喜欢那些虚华的东西，他们不会让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影响大局。西蒙在担任 FBI 训练营教官时，曾反复告诫 FBI 新成员，与这类人周旋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尤其是一名犯罪嫌疑人，因为这种人做事往往很老练，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即使对方是一个毫无城府、性格直率的人，他也总是会兜圈子，直到将对方搞得晕头转向，他还是不肯轻易地表白出内心的真实意图。所以在挑选 FBI 新成员时， FBI 总喜欢挑选具有这种性格的人。但西蒙也表示，具有这种性格的人其实也并不是无懈可击，因为这类人往往都很自负。高度自负的人，表面上看来好像做什么都显得滴水不漏，其实只要从细节处着手，很快就能得到你想要的信息。做大事的人很容易忽略小节。心理学家认为，喜欢戴圆顶毡帽的人，给人的第一感觉就像是一位好好先生，对周围的所有事情好像都很热衷。但如果和他接触几次后，就会发现，这种人好像没有自己的主见，在与人交谈中总是在附和别人的观点。但在 FBI 眼中，这只是视觉上造成的一种错觉。对于一名 FBI 探员来说，遇到这类情况时，他们反而会让自己变得更加冷静。具有这种性格的人，从来都不会向外人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观点，他们从不轻易去得罪一个哪怕是看起来毫不起眼的小人物。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通过研究发现，这种人在本质上其实属于踏实肯干的类型。他们一生都会坚信，只有付出才会有收获。但在 FBI 看来，这其实也正是这类人的最大缺点。多年与犯罪嫌疑人周旋的 FBI 探员们发现，
在这类人的思想意识里，虽然他们的性格很执着，并且痛恨那些不劳而获的人，但这种执着的性格往往会在无形之中出卖自己。在 FBI 眼中，几乎所有戴旅游帽的人都是那种爱慕虚荣的人，因为除了装饰之外，旅游帽可以说毫无实用价值。但这些人之所以选择旅游帽，不是为了刻意装饰出某种气质或形象，就是企图以此来掩饰自身某个自以为有缺陷或是不理想的东西。FBI 的心理专家认为，这是由旅游帽的功能所决定的。当你在人群中看到一个戴旅游帽的人，你的第一反应就应该是，这是一个不诚实的人。通过从不同行业对具有这种倾向的人的抽查， FBI 再次证实了他们的结论。这类人大多善于伪装自我，所以一般人所看到的这类人的外表，基本都是他们经过装饰后的外表。这类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喜欢投机取巧，所以 FBI 对付具有这种性格特征的犯罪嫌疑人，往往都会利用这一点。因为每一位喜欢或善于投机取巧的人的内心，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定的侥幸心理，而侥幸与危险，在 FBI 眼里，就像是一对孪生兄弟。FBI 心理专家认为，喜欢戴彩色帽子的人可以说是一种天生的社交家。他们天生就知道在什么样的场合选择什么样的服饰和佩戴什么样的帽子，这样才会很快接触到他所要融入的那个场合。这种人对流行的东西往往有着敏锐的目光，喜欢色彩鲜艳的东西，懂得如何快乐地去享受人生，喜欢走在时代潮流的最前沿，而且大多精力都很旺盛。在 FBI 看来，这种人的思想都很活跃，只要是在社交或公共场合，他们极少说错话、办错事，而且很会恰如其分地把握好分寸。但这种人最大的缺点就是害怕寂寞，所以 FBI 特工在执行任务时，只要遇到这种性格的人，往往都会在他孤独、寂寞的时候去寻求突破。感谢您的收听，本集播讲完毕，下集精彩继续。我是陈世一。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书《FBI 微表情心理学》，金盛荣著，演播陈世一。第48集。第12章，化妆。FBI 告诉你，妆容下的真实面孔。不同的妆容打造出别样的精致俏佳人。化妆是人类修饰自己的技巧，它可以用来掩饰自己的缺陷，并突出自己的优点，在他人面前展现自己美好的一面，给他人留下良好的印象。化妆不仅能够塑造自己良好的外在形象，同时还能增加自己的自信心。妆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特点。然而，无论人们如何装饰自己，都无法通过妆容来掩饰自己的所有缺点。如果一个人一味地想掩饰自己的所有缺陷，可能会因此暴露自己真实的性格特征。FBI 探员就能够通过自身丰富的经验，从女人的妆容上分析出她们的性格特征。
喜欢化淡妆的女人，知性、优雅、有内涵，通常被人们称为气质女人。她们的心智十分成熟，不论是思想感情还是经济，都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很少依赖他人。即使他们遇到麻烦，也会表现得沉着冷静，理智地分析目前的状况，理出问题的头绪，然后逐步解决问题。这类女人思维敏捷，处事干练，能有担当。她们会理智地面对生活的挫折，能够很好地把握自己的命运。这类女人的眼神很深沉，往往给人一种很冷漠的印象。其实这正是体现了她们成熟的魅力。她们适应能力很强，而且会主动地去适应新的环境。她们敢闯敢拼，大多能够取得成功。她们内心往往存在秘密，终生都不会向他人袒露，希望别人能够理解他们的难处。与化淡妆的人相反的是，有些人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日常生活中，都喜欢相对较浓的妆容。这类女人一般性格外向，具有强烈的表现欲。她们要强好胜，具有很强的掌控欲，但她们的强势常常让人感到压抑。这类女人不喜欢独处，更喜欢与朋友们相聚，或者参加各种团体活动。高超的交际手段与风趣幽默的性格，常常让他们迅速成为焦点人物。这类人大多很自信，不喜欢别人反对自己的观点，总想与他人一较高低。这样女人的性格也是多变的，她们也扮演多种角色，能巧妙地将各种角色的优点集中于一身，能够将做妻子的贤惠、明理、妩媚，与做母亲的奉献、宽容、明智结合在一起。而且无论是对爱人还是朋友，都能够做到肝胆相照。因此这类女人很受他人欢迎。喜欢画异国色彩妆容的人，一般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具有艺术天赋，而且自己也希望能够成为一个艺术家，具有完美主义思想。他们向往自由，希望过上轻松自在的生活。他们思想的独特，常常令人感到惊诧。喜欢画怪妆的人，通常眼睛周围黑乎乎的，让人看不清眼睛。他们的嘴唇颜色时红时紫，而且唇形也时常变化，妆型很不自然。这类人并不期待给他人留下美好的印象，或许他们只是将化妆作为一种宣泄的方式。他们一般拥有很强的叛逆心理，总是依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他们对现实生活感到失望，经常做一些不符常规的事情来表示自己的反抗，但往往都以失败告终。怀旧妆，这种妆容是指有些人将从小形成的妆容持续到成年，甚至晚年。他们性格善良，很有亲和力，很有人缘，拥有很多推心置腹的朋友。其实这种妆容是他们对过去的一种美好回忆，借此可以淡忘现实的烦恼。但是他们并不会因此沉迷过去，而遗弃现在与未来。他们往往很务实，很容易知足，会珍惜现在拥有的一切。然而这也使得他们失去很多享受的机会。
完美装。这类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会尽量做到十分完美，是典型的完美主义者。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往往不惜付出巨大的代价。这类人会尽力让自己的妆容达到自己所追求的完美状态。他们不能容忍自己存在一点缺陷，总是不断地审视自己，企图掩饰自己的一些缺陷。但是有时却适得其反，给人一种很不舒服的感觉。FBI 通过对上述各种妆容的女人的性格分析，在与她们打交道时，可以根据不同的性格去跟她们沟通，抓住她们性格的缺陷，来逐一攻破。感谢您的收听，本集播讲完毕，下集精彩继续。我是陈世一。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书《FBI 微表情心理学》，金盛荣著，演播陈世一。第49集。口红的诱惑与陷阱。口红几乎是每一位现代女性都无法逃脱掉的诱惑。而在 FBI 心理专家眼里，女人涂抹口红来装点自己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的性格完全暴露在了大庭广众之下。在 FBI 眼里，那些偏爱橘红色口红的人大多都很自负，在他们眼里，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他们做事都会力争去做到最好。再加上外向型的性格，他们很容易就会得到社会上方方面面的认可，从而获得一些帮助。对于 FBI 来说，这种性格的女人是联邦调查局招募特工的首要人选。因为这种性格的女人，除了具有以上这些优点之外，她们还很有理智，能够很好地控制自我的情绪，绝不会因为某些情绪上的波动影响她们准确的判断力。而且她们的性格魅力很容易招来许多优秀男士的青睐，这在执行任务时往往会起到某种意想不到的作用。如果面对的是这样一名对手，你会感到十分棘手。即使是那些经验老道的 FBI 特工，在面对这类对手时也会十分头痛。尤其是在没有掌握到他们任何犯罪的证据的时候，撬开这种类型的女人的嘴，几乎就是痴人说梦。但 FBI 心理专家却认为，对于具有此种性格的女人来说，虽然她们在工作上会是一个很成功的人，在家庭中又是一位合格的妻子、好母亲，看起来好像完美无缺。事实上，这种完美本身就是一种缺陷，因为她们时时处处都力求所有的事达到最好。那些喜欢粉红色口红的人，一般都有着细腻而温柔的情感。FBI 心理专家雅里娜认为，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几分孩子气。他们喜欢向男人撒娇，任性而富于幻想。内向的性格让他们总是给人一种诚实、守规矩的印象。很少有人会特别留意到他们。这种性格的人往往很容易改变自己，一旦他们尝到了某种冒险的乐趣，就会突然变得十分大胆。而平时，他们又往往不会给人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所以总是会在突然之间让人震惊。FBI 高级特工费舍尔
曾经破获过一起震惊全国的特大毒品制造案。由于该案情重大，所以 FBI 领导层立刻派出了高级特工费舍尔和几名 FBI 特工前去调查此事。经过多方调查取证，最后 FBI 将目光锁定在了一名叫做米歇尔的女人身上。通过进一步的观察，费舍尔感到十分震惊，因为这个米歇尔看起来就像是一位纯真可爱的小女孩。她总是穿着一身浅颜色的衣服，嘴唇上涂着粉色的口红。不但费舍尔有点不敢相信，另外2名 FBI 特工也实在无法将这样一位看起来毫无心机、天真又烂漫的小女子与制造氯胺酮联系在一起。随着调查的深入， FBI 终于掌握到了确凿的证据，于是他们抓捕了米歇尔。在审讯中，当费舍尔向米歇尔问起他制造的东西是什么时，米歇尔竟然说是种工业上用的药品。直到费舍尔将全部事实告诉他，米歇尔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这些天一直做的分析实验是在制造毒品氯胺酮。接下来米歇尔就交代出了事情的经过。原来他是被一个男人骗来制造氯胺酮的。那个男人说做这种东西很好玩，然后米歇尔便来到了这里。而且在来到这家工厂的第3天，那个男孩就给了他很多钱。从米歇尔的经历可以看出，这种性格的人往往会成为被人利用的对象，因为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太多的好奇。而一旦有人为他们提供了某种令他们感到好玩的事情，他们立刻就会变成一个大胆的人。心理学家认为，喜欢涂紫色口红的人大多具有很强的表现欲，他们喜欢以自我为中心，总是摆出一副清高的样子，给人一种好像很难接近的感觉。所以他们常常浓妆艳抹，无论从发型上还是衣着上，都力争与众不同。实际上，他们的内心充满了热情，而且也很喜欢享受物质生活带来的乐趣。在 FBI 对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中，联邦特工偶尔也会遇到此类性格的女人。对于这类人， FBI 的经验是，只要你不为其外表所表现出的现象所迷惑，他们其实是很好接触的。这是因为他们故意伪装出来的清高外表和他们火热的内心世界本来就是一对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共生体，所以在很多时候，他们自己的内心本来就是充满了矛盾的。在 FBI 看来，那些选择褐色口红的人往往都是自信心极强的女人。虽然她们一般待人都很亲切，但从来都不和谁去深交，因此她们都很难有知心的朋友。不过她们内心充满了智慧，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并且对流行的事物很敏感，而对于金钱、爱情都能够冷静地对待，所以无论做什么事，他们都会肯花时间去研究和磨练自己。虽然他们一般都城府极深，不会轻易透露自己的心事，但他们却是一个博爱主义者，且崇尚自由。FBI 遇到这样的犯罪嫌疑人时，只要在思想和行动上让他们感觉到自己正在或是即将会受到自由上的约束，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做出逃避或是挣扎的行为，从而将破绽暴露出来。由此可见， FBI
只要根据女人的不同妆容去分析，就能得到他们想要的答案。感谢您的收听，本集播讲完毕，下集精彩继续。我是陈世一。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书《FBI 微表情心理学》，金盛荣著，演播陈世一。第50集。你的妆容是什么样式？对于妆容，尤其是女人的穿衣打扮， FBI 有着更为深入的研究和理解。虽然一个女人可以通过化妆轻而易举地将自己的内心世界隐藏起来，但他们中的一个人若是犯罪嫌疑人，那么即便妆化得再精妙，也决然逃不过 FBI 的眼睛。那些喜欢化淡妆的人，表面上看来会给人一种平平常常、与世无争的印象，实际上这也是他们的性格所致，因为他们不想过多地向外界去表现自己。美国行为心理学的创始人华生认为，喜欢化淡妆的女人通常都很聪慧。同从来都不化妆的女人相比，淡妆女人更容易取得事业上的成功。这是因为从来不化妆的女人太现实了，为人处事总是喜欢一眼便看透事物的本质，所以她们不屑雕琢的本性，有时候很难去迎合和适应一些场合。虽然她们内心都有着强烈的众生平等的理念，而且也不乏执着的追求与奋斗，但在 FBI 探员看来，从来不化妆的女人要比化淡妆的女人更加坚强些。这是因为她们早就一眼看透了整个事件的本质。与上述情况刚好相反的是那些喜欢化浓妆的女人。化浓妆的女人自我表现欲望一般都很强，她们的思想往往很前卫，总是希望通过一些极端化的行为方式去吸引他人的目光。而对一些在外人看来大胆到有些失常或过激的行为或举动，他们则经常会持一种无所谓的态度，这使得他们经常会遭遇到一些思想保守者的恶意攻击。但坦率、真诚和热情的本性，却又让他们依然能够做到尊重他人。在与这一类性格的犯罪嫌疑人周旋时， FBI 探员会抓住他们本真的个性，故意漠视他们那种强烈的表现欲，迫使其使出浑身解数来展示自我，从而从其言行上寻找出破绽。喜欢花长时间化妆的女人和喜欢长时间保持同一妆容的女人，通常都是完美主义的代表。无论做什么事，她们都希望能够达到尽善尽美。不同的是，前者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往往不会在乎付出多大的代价，而后者则会充分利用他们所结交的朋友去实现自己的目标。FBI 女特工奥里多纳曾经就遇到过这样一名女犯罪嫌疑人。这名女犯罪嫌疑人名叫玛丽·琼斯，她因为帮助一名贩毒分子逃脱而被 FBI 抓获。但无论奥里多纳如何审问，甚至是后来 FBI 通过其他途径将那名毒贩抓住了，玛丽·琼斯依然不说一句话。不管 FBI 如何审问，他总是拿着一把小梳子，不停地梳着左边的头发。后来奥里多纳
还是从那位被抓获的毒贩口里得知玛丽·琼斯在审讯中一言不发的原因。原来以前他和玛丽·琼斯住得很近。玛丽·琼斯13岁的时候，他母亲得了重病，需要手术。他得知后，就从家里偷出了一笔钱，给了玛丽·琼斯。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很多年，如果不是 FBI 问起，他几乎早就忘记了。但玛丽·琼斯没有忘记此事，所以当他得知他出事后，便奋不顾身地帮他逃走了。尽管后来他还是被 FBI 找到了，但玛丽·琼斯依然为他保守着在他看来应该保守的秘密，以致女特工奥利多娜颇有感触地说：“我想，也许玛丽·琼斯到死也不会说出有关那名毒贩的任何事情。”在 FBI 看来，任何时候都不忘记化妆的女人，是内心高度不自信的表现。通常，这种女人哪怕是开门到门口的信报箱里取一份报纸，也会稍稍打扮一下。因为这种女人心里总有一个永远也无法解开的结，千万不能让别人看到真实的自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化妆时总是不停地强调某一个部位的女人。FBI 认为，这种女人往往都有着高度的自信心，她们在心里十分清楚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并且知道如何去弥补自己的不足。这种人很现实，为人处事上也非常果断，能够始终保持冷静沉着的态度去处理各种事情。对于这一类性格的犯罪嫌疑人， FBI 往往会从他们的冷静入手，有意夸大他们自身存在的缺点，让他们在不间断的避短行为中将自己的犯罪事实暴露无遗。面对形形色色的不同装扮的女人， FBI 行为心理专家史蒂芬说，其实一个女人无论选择如何打扮自己，或选择怎样的一种方式来打扮自己，都没有问题。问题在于，你将这种形式和方式用在了自己的日常生活装扮中，并形成了一种习惯。这时，你的性格特征就通过你装扮自己的方式完全暴露了出来。因为这种日积而形成的装扮习惯，其实就是你性格的直接体现。感谢您的收听，本集播讲完毕，下集精彩继续。我是陈世一。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有声书《FBI 微表情心理学》，金盛荣著，演播陈世一。第51集。戴上眼镜也关不住你心灵的窗。对 FBI 特工来说，眼镜是最为有效的修饰与伪装自我的道具，因为在修饰自己的同时，它还可以巧妙地将人的眼神遮蔽住。但也正是由于 FBI 十分注重于眼镜对人的修饰与伪装和隐藏的作用，所以在对犯罪嫌疑人的观察中，眼镜反而在无形之中形成了 FBI 识别犯罪嫌疑人内心世界与性格的有力标识。通过那一副副看似平淡无奇的眼睛， FBI 特工能够一眼窥视出一个人的真实性格。FBI 心理专家帕纳朵认为，那些喜欢戴金丝边眼镜的人，大多都是很注重自己仪表的人，尤其是在一些社交活动的公共场合，
或是朋友间的聚会上，他们必定会将自己打扮得十分光亮，因为他们希望自己能够给人一种斯文大方的感觉。如果再略带一些学者风范，这就更好了。在帕纳朵眼里，这是一种突出的虚荣心。这些人往往是假教授、伪道学，表面上看起来斯斯文文，其实内心的见识十分浅薄。FBI 探员在审讯这种性格的犯罪嫌疑人时，也发现，在和别人讨论问题的时候，尤其是人多的时候，这类人总是喜欢发表一些不同于一般人的见解，以此来彰显自己的与众不同。在形形色色的犯罪嫌疑人中， FBI 探员一旦发现了具有这种性格的犯罪嫌疑人，他们就会将审讯室变为聊天屋。在聊天屋里， FBI 会穿上便装，并且会刻意在探员的年龄以及性别的差异上做足文章。通常至少会选一名年轻貌美的女探员参加，然后再安排2到3位老中青的探员。探员们在聊天屋内和犯罪嫌疑人吃着糖果，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当犯罪嫌疑人进入角色后，探员们就会将他们所怀疑的犯罪嫌疑人做过的那件案子，以道听途说的方式说出来，然后另几名探员再配以各自的分析。在这种轻松而又女士的场合中，具有这种性格类型的犯罪嫌疑人往往都不会错过表现他们渊博见识的机会。他们会像学者一样轻轻推一推眼镜框，然后说出一番他们自以为是的独到认识。加上 FBI 探员话语的引诱，他们很容易在其内心表现欲的怂恿下忘记了自己和对方的身份，在忘我的聊天中不知不觉地钻入 FBI 精心设置的圈套中。事实证明，喜欢选择黑胶边眼镜来戴的人，多数是一些思想传统的人。他们总是会有意把自己装饰成一种成熟稳重的样子，并且对朋友们彬彬有礼又斯文大方，所以他们很容易得到朋友或同事们的接受。可 FBI 却认为，同这类人接触后，虽然你会发现他们内心都具有很远大的抱负，自以为是做大事的人，但在机会面前，他们却常常会犹豫不决，因此很难把握住机会。据 FBI 资深探员迪克斯讲，在 FBI 所侦破的案件中，有很多喜欢戴黑胶边眼镜的女犯罪嫌疑人。事实表明，在看似严谨的外表背后，这种人实际上存在着很突出的性格缺陷。他们从思想到行动上都过于保守了，缺少了一定的冒险精神。只要是让他们感觉到有一定风险的事情，他们常常会表现出优柔寡断，从而错失良机。在面对这一类性格的犯罪嫌疑人时， FBI 经常会根据他们性格上的这种先天缺陷，从语言或是其肢体行为表现中去捕捉一些让他们感到担心、害怕、紧张的事情，然后再有意过分夸大做这件事所需要承担的风险、后果。当犯罪嫌疑人内心的压力超过他们心里所能承受的底线时，自然就会不打自招地将一切犯罪行为供出来。此外，还有一种眼镜，如果不仔细观察是很难发现的。面对戴这种眼镜的犯罪嫌疑人时，就要求每一位 FBI 特工要多方面、多角度的去了解犯罪嫌疑人，那就是
喜欢佩戴隐形眼镜的人。FBI 心理专家认为，这类人特别注重自己的外貌，对各方面的细节都很在意，无论是穿着打扮还是衣帽颜色的搭配，他们都会尽量做到完美无缺。FBI 特工戴维斯根据自己多年执行特别行动的经验，一语道出了这类人的缺点。如果你想和喜欢戴隐形眼镜的人打交道，尤其对方是一位漂亮的女士，那么你就要先弄明白她所从事的事业。首先要在事业上给予她一定的帮助，然后再摸清她的性格取向，力争以一个完美主义者的身份去和她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FBI 特工认为，还有一种类型的眼镜是绝对不容忽视的，那就是在2008年大选时，比美国总统奥巴马还年轻3岁的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佩林所喜欢的无框眼镜。这种看似不修边幅的无边眼镜，不仅表面上给人一种一目了然的感觉，而且喜欢佩戴无边眼镜的人在为人处事上还往往能够从大局出发。FBI 心理专家认为，喜欢佩戴这种眼镜的人从来不会去计较一些细枝末节上的东西，不会因为一己思念而影响和破坏了整体上的布局。因而对于具有这类特征的犯罪嫌疑人， FBI 特工从来都不敢有丝毫的疏忽大意。虽然这种类型的人能够做到从大局出发，能进能退，但他们同样有着比较明显的性格缺陷，那就是做事过于自负了一些，总认为自己时时处处都很理性，其实千算万算之下，总会有些什么是被他们所遗漏的。本书全部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陈世一。